Apple TV 终于迎来了更新，没错，邦尼首播就入手了2021新版的 Apple TV 4K。在体验了好一阵子后，今天就要带大家来看 Apple TV 4K 的完整实测，一起来看看吧。新版的 Apple TV 还是叫做 Apple TV 4K， 整体来说偏向常规升级。不过毕竟整个电视盒生态也比较成熟了，还算是合理的市场策略，但就是惊喜感比较少一些。邦尼稍后会比较详细的聊。不过这次的规格也尽可能拉满，包含搭载 A12， 支援 4K HDR 60fps， 支援 HLG HDR10 以及 Dolby Vision， 同时支援 Dolby Atmos。首先看到盒装，这次随附的内容包含主机本体，比较大的改变会是底部加入了散热设计，整体的塑胶机身质感还是非常不错。接着是新版的 Apple TV 遥控器、USB-A to Lightning 传输线以及电源线。既然看到 Lightning 就知道这一代的遥控器接孔还是采用充电设计，并且使用 Lightning 接孔，方不方便见仁见智。不过还是希望苹果可以慢慢的转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Apple TV 4K 没有随附 HDMI 线材，需要额外购买。如果要启用杜比世界或是开启422，记得选择高速线材。好吧，没随附线材没关系，我们先跟旁边的 PS5 借一下。顺带一提，遥控器作为在家中最常不见的东西，它真的是真正需要 AirTag 的东西。邦尼真的蛮认同大家跪求加入 AirTag 的这个想法。苹果后续可以考虑一下啦。好，接下来邦尼就带大家一步一步来看新版 Apple TV 4K 的所有细节。邦尼这次测试的是台版的 Apple TV 4K， 根据容量不同，最低的版本5590可以入手。整体售价以电视盒来看，价格会是比较高的定位。这次在接孔部分，新版的 Apple TV 4K 只有 HDMI 以及 RJ45 网络接孔2个。整体而言，有更多输出需求的使用者建议从电视输出下手。而在 WiFi 上一样支援了最新的 WiFi 6，不过这次在 WiFi 连线上跟上代一样，还是会有偶尔不稳的状况。如果环境允许，建议插上网路线。首先来聊 Apple TV 4K 这次最大的改变，就是随附的这支遥控器。遥控器采用金属打造，质感还是非常好，整体设计非常利落。不过这个利落的直角切边会比较割手一点，但受益于比较细长的机身，实际握持并不会不舒服。最重要的是，大家如果还记得，苹果这次把这圈类似 iPad 控制键的区域加入了触控设计。简单来说，大家可以想象，它就是圆形的触控板，继承了 Apple TV 遥控器的滑动操作，并且加入了画圈手势，可以透过画圈的方式快转或是倒转画面。不过说到这个手势，邦尼认为这是一个想象中好用，但实际上需要学习成本的功能。要启用这个转圈手势，并不是直接在影片中触摸这一圈就能做到。第一步需要先暂停，注意现在还不能转哦。现在的话，只能在一个小区段内移动，也不是采用画圈的方式，而是触控板左右滑动的形式调整。如果要开启画圈手势，在影片暂停后，需要先轻放在边缘几秒钟，等待出现实心圆圈 icon 才能开始旋转。邦尼认为这功能其实是好用的，但就是藏得有点深，加上其他情境都有更快的其他选择。例如，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最常为了什么调时间轴？排名最高的一定是为了重看前面几秒发生什么，所以会是几秒钟的调整。那直接按下向前或向后的按键就可以了，也可以长按按键来快转。当然，如果你需要大段快转，那画圈手势还是最快的。不过真的藏得有点深，如果不常用，其实要想起来是有难度的。更重要的是，目前这功能并不是所有 App 都能支援。邦尼实测 Netflix、Apple TV 都没问题，不过 YouTube 就还是不支援。最后，苹果这次采用触控板结合按键的设计，比较有感的地方会是，如果操作没有这么利落的使用者，在使用上误触会是增加的。毕竟电视是全家人的家电，还是会有孩子或长辈一起使用。不习惯的朋友可以在设定中选择仅限点按，就会关闭触控板。但如果你很熟悉这个触控板，邦尼认为会比上代更顺手一些。不过要注意的是，在
在仅限点按之下，要关闭背景 App 就会比较困难一些。此外，这次也可以直接透过 Apple TV 的遥控器控制电视开关，以及透过 IR 调整音量。当然，如果你的遥控器支援，你也可以透过你的电视遥控器直接控制 Apple TV， 就看大家比较喜欢哪一个。再来，帮你要提一个重点，就是 Apple TV 在繁体中文之下，依旧不支援 Siri， 有些小可惜。毕竟在电视上打字并不是非常方便，但还过得去。不过真正影响比较大的是，大家还记得遥控器上有一颗 Siri 按钮吗？没错，因为 Siri 不支援中文，所以在遥控器按下后就会跳进搜寻，而且是按一下就会跳走。重点是你按返回的话，并不会回到上一个 App。以看 YouTube 为例，按下后会跳进搜寻，接着你按返回是回到桌面，你就又要重新开启一次 YouTube， 误触的话会比较麻烦一些。比较快的方式则是按2下 TV 按钮，进入背景，回到影片。老实说，这个在中文下不能用的 Siri 按键，误触频率很高，加上在侧边是手握持的范围，邦尼会认为苹果可以针对这些不支援的语言新增关闭或是客制化选项，不过现阶段会需要熟悉一下。Apple TV 搭载 A12 处理器，顺畅度自然不用说，依旧是最顺畅的电视盒之一。尤其是滑动时的动画过渡，依旧非常滑顺，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之一。但随着近几年各家高阶智慧电视也逐渐强化系统 ，Apple TV 4K 开启 App 的速度已经无法以当年碾压的姿态存在。这也是邦尼想提的另一个问题：电视盒以及各家的智慧系统在近几年也越来越成熟，高阶产品大多都有不错的表现。电视盒能做到的功能就是这么多，所以可以看到这代的 Apple TV 也偏向常规更新。但最棒的是，苹果还是没忘记以电视盒为基础带进几个新功能，例如在新版 tvOS 加入了无线音讯同步的校正，以及色彩平衡。简单来说，就是透过你手上的 iPhone 帮你的萤幕调整白平衡，让显色可以更接近苹果希望呈现的效果。这个校正过程还是仪式感满满，真的必须说，苹果真的很会做体验。在校色后，整体白平衡会偏暖，不过是否一定要使用校正后的白平衡，大家也可以衡量一下。色彩校正主要还是针对白平衡进行校正。经过邦尼实测，每一次的校正也都会存在一些差异。加上如果大家购买一台高阶电视，喜欢的就是这台电视的色彩科学、影像处理，甚至已经有许多校正设定等等，使用预设值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电视一样会根据自家的演算法进行最佳化，但还是可以玩一下啦。顺带一提，如果你的电视支援 Dolby Vision， 在杜比世界下不用进行色彩平衡校正。此外，这次在影像设定中，最高可以支援 4K 杜比世界以及一般模式下422的色彩深度。邦尼在使用过程中也有符合内容的选项。简单来说，开启后 Apple TV 会以内容最佳的原始讯号进行串流，但其实大家可以让系统自行调整就好。尤其在开启相符内容后，在播放影片时，因为会有讯号切换的问题，所以反而会让原本顺畅的 Apple TV 在使用过程中，因为讯号切换而不断进入几秒的黑画面。没有特别需求的话，不一定要手动开启，在使用体验上会更好一些。顺带一提 ，tvOS 的 App Store 在主流串流平台的支援度还是比较完整，例如自家的 Apple TV、YouTube、YouTube Kids、主流的 Netflix、Prime Video、爱奇艺、在地平台立 TV、My Video、Friday 影音、Catch Play、Line TV、KK TV， 音乐类型 KKBOX、Spotify 都有，不过没有 YouTube Music。此外，也别忘了，这次可以连接家机手把搭配 2K 游玩。而在显示效果上，经过邦尼实测 ，Apple TV 能够成功触发 Netflix 的 Dolby Vision。邦尼也提供一小段 Apple TV 4K、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 以及三星 Tizen 在 4K HDR 之下的显示差异，供大家参考。
接着是 Apple TV 4K 跟 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 在 Dolby Vision 下的差异对比。Apple TV 4K 一样可以从各种装置上投放，不论是手机、平板或是 Mac， 只要透过 AirPlay 就可以快速投放。此外，也可以直接透过 iPad 或 iPhone 的控制中心，开启遥控器快速控制。不过，在邦尼2个多礼拜的使用中，目前最新版的 tvOS 在开启 App 时会有几率性的掉帧，以及在使用 YouTube 跟 Netflix 时，偶尔会有选单要过几秒才能载入的问题。邦尼认为还没有完全发挥 A12 的性能表现，还有最佳化空间。最后，邦尼还是依照惯例帮大家统整一下全新的 Apple TV 4K 适合哪些族群。不过在此之前，大家先想一下，你需要的电视盒功能是为了什么？邦尼认为完全不需要考虑的族群，就是完整的苹果全家桶使用者，手上有各种 Apple 装置，想都不用想，就是只有 Apple TV 4K 才可以发挥完整性能。别忘了即将登场的更多新功能，搭配上 AirPods 以及 HomePod 的无线连结，都需要 Apple TV 才能完整释放。当然也别忘了 Arcade。其他选择的话，因为上一次真的有太多人询问有没有其他选择，邦尼也一次回答一些方向供大家参考。如果只是为了要看剧的朋友，目前许多智慧电视都已经有内建的 App， 但邦尼知道有许多低阶的智慧电视系统不是很流畅，所以在更低的预算中，只是要看剧的朋友，也可以参考邦尼之前评测过的 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不过这款台湾没有上市，真的很可惜。第三方购买没有保固，价格也更高。不过 Google Play Store 的 App 支援本身就比较齐全，几乎各大平台都有。重点是近期 Apple TV 也可以在电视版的 Play 商店安装。如果你需要投放 Apple 装置，其实许多中高阶电视也已经内建了 AirPlay 2， 可以直接透过电视就把 iPhone、iPad 上的画面投放到电视中。不过以稳定性来说，还是要看每一款电视的定位。如果你是单纯只要投放功能，或是刚好要换电视购买的朋友，可以先查询电视是否支援。如果你是要看 Apple TV 的朋友，其实目前 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Xbox 以及许多中高阶电视也都已经可以使用 Apple TV App。不过邦尼真的蛮好奇，目前是否有 Apple TV Plus 订阅方案的重度用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心得。而如果是需要有 Dolby Vision 看 Netflix 的朋友，除了 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 外，其实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上一代的 Xbox One S 数位版，在价格上也蛮夸张的，有机会找到全新的价格，还比 Apple TV 4K 便宜，真的是买软体送主机的概念。但随着新一代 Xbox 主机推出，要找到便宜的机器，真的需要一些缘分。顺带一提，目前 Xbox 也可以看到 Apple TV 了，但 Xbox 会建议熟悉的朋友再入手会比较好一些。整体来说，随着 Apple 逐渐在更多平台上架 Apple TV App， 并且跟更多的电视品牌合作，直接就可以把苹果装置投放到电视上， Apple TV 已经没有这么强的独占性了。不过若是说到稳定性， Apple TV 在平台完整度、流畅等等， Apple TV 4K 还是有不错的表现。不过还是期待台版 Siri 以及更多的最佳化，进一步释放 A12 的性能。但就像邦尼前面提到的，电视盒其实已经算是相对成熟的产品，这代整体来看还是常规更新，除非有必要的功能，老用户不一定需要升级。其他的购买建议前面都说过了。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Apple TV 4K 细节还是比较多，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邦尼没说到的，欢迎直接底下留言。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